马上冬天了，俺家这大胖媳妇永远是短袖大裤衩，然后加个棉坎肩。你不知道她是冷还是热，这个穿搭到底是什么原因？昨天我正经问她一下，她说胳膊上、腿上都是普通的肉，肉可以动，皮可以动，内脏不能动。我说为啥？她说这不很简单吗？你看你买猪肉的时候，冷冻的猪腿肉、猪屁股都可以买，冷冻的皮也可以买，皮冻是好吃呢。但是猪心、猪肝、猪大肠得买新鲜的，冷冻的不好吃。为什么？因为内脏不适合冷冻，不适合冷冻。我说哎呀，你可太自律了，你人生的唯一意义就是出栏那天炖一锅豆浆，炖一锅豆浆。说起这坎肩吧，他还有故事呢。就是当年我回国工作了，他一个人带女儿在国外的时候，他在一个运动品牌打过工，然后这个品牌呢就给每一个员工发了一个坎肩，就起到这个宣传的作用。然后后来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赚的吧比你多，要不然这活咱不干了，就好好带孩子得了。结果第二天上班，他跟疯了似的，逮谁跟谁说，我媳妇在中国挣钱了，我再也不用搁这卖马甲了。然后这不就辞职了吗？辞职那天，他同事瞒着他，给他设计了一个惊喜道别 party， 哎呀，就给他唱歌道别，就场面整的可煽情了。老板还跟他说，我们永远欢迎你回来。他跟老板说，我刚才说话你可能没听着，我媳妇在中国挣钱了，你要是我，你回来呀。结果一顿炫耀，离职回家，回家发现把人公司发马甲穿回来，领导还给打电话问他，你媳妇不在中国挣钱了吗？你咋还顺公司公务呢？结果你说头一天高调道别，第二天还得回去给人还马甲，但是后来马甲又寄回来给他了，因为这个马甲的下半部分已经被他撑变形了，新来的员工穿上这工装肚子漏风都拉稀。然后我老公这马甲他穿了很多年呢，4月在成都穿，10月在铁岭也穿。有时候你就在想哈，他是真不冷吗？他说他真不冷，但是你要说他真不冷呢，天天冻得大鼻涕拉碴的，还得兜里揣着亲肤原木金装，特别细腻，即使他鼻炎犯了，鼻子红了，他的亲肤触感也不疼不刺激，贼软还贼强韧，湿水都不容易破，也不容易掉脂屑。不光冷热部分，他对时尚的品味也很难评。去商场什么欧美版日韩风，什么流行的他都觉得土，就喜欢那花边和大钻。因为他跟我说，他小的时候在义乌走向国际之前，加拿大这种带手工的衣服老贵了，你们看到的他穿的衣服都是被我管束之后的。我要是让他随便按照他喜欢的风格穿衣服，这么说吧，都得离。昨天我跟他说，我说你也捯饬捯饬，往年轻了打扮。你如果嫌热，你可以尝试一下什么假领子、屁帘这种东西，这样你不真叠穿，但能穿出叠穿的效果，显年轻。屁帘留个边啊！结果晚上我去幼儿园接张大铁，看着他了。哎，宝贝，你干啥呢？我让你留个边儿。露边了。最后我终于解释明白了，留个边儿是留下边儿，不是留上边儿。这回穿对了，潮人去上班去了。但是他的身材吧太特殊了，这个屁帘卡在肚子中下部，他很难受。一天下来不知道咋整的，就秃噜上边去。回家的时候跟我说，这啥玩意儿啊？这是我上这一天班，没有人看出来我衣服叠穿，都说我衣服穿帮。哎，你爸穿这是不是有点磕碜？干啥都可碜，吓我了呢。完了，大胖媳妇把我爸整丢了，落加油站了。你咋寻思的？我不知道。我在悉尼出差，昨天回家，然后我爸呀在完成他工作生涯的收官之作，写完了一本书。大胖媳妇呢就说要给我爸来一个大大的庆祝，要去一个北京附近的一个就是风景宜人之地，他带着孩子们去那里，让孩子们听他们的姥爷亲自读出自己亲笔写的关于铁岭党史的呕心杰作。我呢一听，我寻思说不定我爸在这个荒郊野外读诗，大胖媳妇又得有点什么段子。我说可以，挺好。所以我们就定的早上，我从悉尼回来，下了飞机直接去那个地方跟他们会合。然后第二天早上8点，大胖媳妇就带着我爸还有俩孩子出发去梨树沟了。然后路上呢，我爸就睡着了。中间他们就在这个加油站加油，大胖媳妇就带俩孩子上厕所。他们下车之后呢，我爸起来也去了，就没回来。大胖媳妇上完厕所带俩孩子上车，也没发现车里少个老头，油下就开走了。我爸的手机、钱包都搁车上。然后我是比他们早到的，我早就在梨树沟等着这一家人，开启一场关于我爸这个文学生涯的里程碑盛典。车来了，门开了，一顿拥抱，我看到了我的大胖媳妇孩子们，唯独没有我爸。我爸呢？看到没有？啥玩意看到没有？大胖媳妇辩解呢，他说你爸他上车就睡着了，没声。我从加油站厕所出来，我要开走的时候，我还问俩孩子，我说每个人都在吗？翟奥达和张大铁都说我在，那你爸也没说他不在呀，我们就又开车回去接我爸。到了加油站，老头坐那儿一个点了，4个人让他加过92号满箱。虽然司机不咋地，但是最近我们在试用的这个车不错，这是新款格瑞维亚 MPV， 开着4驱走弯路，大胖媳妇都很酷。一汽丰田大厂品质，无需充电，没有焦虑，说走就走，空间大又舒服，安全感满满，太适合我们这人多的大家庭出游了。见着我爸哈，我都很少见着这个知识分子这么生气。我就在这等着你们，哪找不着，这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没问题。没事。你死赔不输赔？你使远点，这个丢赔。结果我没想到张大铁学英文学不会，学东北英文学的老快了。
你别老就这么擦，你咔咔咔咔，真不经抄的。红了都。你洗猪排，你洗猪排吧。你这个猪排，你这个猪排。咋整啊？我这个婆婆脑回路太清晰了，让人完全捕捉不了。他们一家人最爱吃的中国美食就是饺子，但是我真是不爱在家折腾，我就直接领他们去吃的自助饺子，52块钱一个人，随便吃。我们就去了。温蒂一听饺子随便吃，那去的路上就老开心了。结果到了就懵了，这熟的饺子吧，它能看出来，绿的是素的，白的是肉的。但是生饺子呢，它都有面粉裹着，你看不出来。那饺子前边倒是写了里边是啥馅儿，但他们又不认字儿。然后这饺子呢，你还不能瞎拿，吃不了的罚钱，2块钱一个。所以就非常考验他们能否短时间内精准的找到好吃的饺子，吃回本。他们就都来问我，向我求救。那我看着那素材都往脸上扑，我怎么可能帮忙呢？我说你们就自己品，一定可以找到诀窍。他们开饺子盲盒品了半个小时，最终品明白了。尼寇发现带这个肉字儿的都好吃，但是温蒂他又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任何带着这个3字儿的饺子比带肉字儿的更好吃。我还没听懂，我过去一看，发现他说的这个玄机其实就是各种3鲜馅儿的。所以温蒂推断3也是肉，肉也是3，在汉语中应该是指比肉还香的肉叫3。然后我妈今天给我们打视频，我妈就客气一下，说自己要去市场了，问他们都爱吃啥备着。温蒂根本听不懂客气，自己点上菜了，告我妈我不喜欢蔬菜，我喜欢各种3，我不挑3。我喜欢猪3、牛3、羊3。你喜欢什么3？我妈说牛3、羊3、猪不3，但是再3也不如你们3，也不如你们3。温蒂也很无辜，不是他问我想吃什么吗？他怎么又不开心了呢？温蒂不但不理解我妈为啥不高兴，她还老主动出击往枪眼上撞，我根本都拦不住。她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再快的救护车也救不了找死的人，也救不了找死的人。到俺家的第1天，温蒂就给我妈打电话，因为她给载奥达买了2件非常漂亮的裙子，就要给我妈炫耀。我妈呢看着还挺开心的，说啊，这俩裙子是真不错，你也算是对隔代人大方。我也是，我舍不得给自己买新衣服，但给孩子买可以。我就跟温蒂翻译了，没想到温蒂说这是我在2手店买的，我从来没有给孩子们买过新衣服，$82件。我都没敢翻译，人家自己比划。我妈好像都快听明白了，温蒂还不罢休，拿过来她从加拿大给我妈买的大礼，要给我妈看，是一只玻璃鱼。我知道那个它也是2手的，所以我必须得给温蒂保命啊！我说温蒂那啥，气氛都到这儿了，你就说这是你特意准备的老国货高姿疯狂多肽套盒，润而不油，一抹吸收，也适合爱吃甜食爱熬夜的温蒂一家，红红火火送礼不出错。挂了电话，温蒂问我发现了你的妈妈的确是不太喜欢我，那我想求你告诉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是从哪件事让我给她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呢？我觉得温蒂她一直不懂，她也挺委屈，我还不如就给她解释一下吧。我说这个吧是从很久以前了，但是都已经过去了。当初呢就是因为彩礼这个事儿，我妈这个年龄呢，她的思维就是这样的，她很重视彩礼，彩礼对她来说呢意味的东西有很多，所以她希望你也重视。温蒂说啊，我理解了，我也重视的，但是你不是叫彩玲吗？ But I thought your name was Tylene, not Tylee, not Tylee. 我婆婆这不是回加拿大了吗？回去之后就跟所有家人安利中国有多好。现在我婆婆、我公公、我2个小姑子都在申请年假，今年夏天要一起来。他们首先被我婆婆安利的就是中国的搓澡文化。有一天晚上在田里，俺家所有人说这搓澡搓澡搓澡。温蒂本来想拒绝，但一看俺家人的架势，怕挨打，最后只能从了。但走之前他说去搓澡也行，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等我一下，我去取一下我的泳衣。我以为他逗我们玩呢，结果人家真的穿了一套连体泳衣就去搓澡去了。上了搓澡台，搓澡时候啪就打他一下。你说你洗个澡怕人看，温蒂说难道不就洗澡应该怕人看吗？那我洗菜的时候也不怕你看呢。搓澡师傅把我叫过来让我翻译说，那你说像他这个情况，我是搓2遍还是搓4遍啊？温蒂说搓可见面，搓可见面。然后搓澡师傅就开始搓，一边搓一边说，你这个票啊本来是带奶搓的，但你说你穿的挺乳糖不耐受的，我也没法往你身上倒奶呀。你说那我收起来了啊。温蒂噔家坐起来了，所以这个奶是给我的。搓澡师傅说对呀，那你也不能搓呀。温蒂说对呀，但是我能喝呀。翟奥达过来，咱娘俩一人一袋，来给奶炫一个。翟奥达还挺感谢他奶奶，说谢谢奶奶给我一袋鲜奶，奶奶你是因为想让我长个变得如此慷慨吗？他奶说你想多了，奶只是一个巧合。如果我的门票带的是醋搓或者盐搓，我更给你；除非我带的是酒搓，那我就自己喝了。搓完澡，温蒂基本就放飞自我了。之后到了洗浴中心2楼，就彻底迷上东北搓澡大套了。我说温蒂，2楼这个是自助餐，你别不好意思。但是呢，反正这儿的自助餐就这水平，没啥好吃的。没想到温蒂十分激动。我找了整整30天的中国美食，我在加拿大每周末攒钱去买的中国美食，我来到中国居然没有，我差点都放弃了，我准备回加拿大吃去了，今天居然在这儿找着了。不是啥呀？你说蛋炒饭呢？我以为你们中国人1天3餐都吃炒饭，难道不是这样的？你说自从1979年的春天就不是这样的了，就不是这样的。温蒂非常懊悔呀。到
刚才楼下袋装奶喝顶了，早知道有这么好的菜，我喝了3块5那玩意儿干啥呢？翟奥达说奶呀，那个奶和这个饭指不定谁便宜呢。然后在自助餐区，温迪展现了自己作为奶奶虽然爱孩子，但坚决不溺爱。这自助餐区它有冰激凌，但是它收费。温迪想来想去，给自己买了一个，被拿铁要走了，温迪就又买了一个。然后拿铁这个自己吃一半的，看奶奶有新冰激凌了，又去管奶奶要新的，上来就要啃。温迪拿铁张穆赫兰，你已经2岁了，你应该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是啃老这一趟，跟我绝对不好使。不信你问你爸去。拿铁气的表示非常不服，要赶紧长大好跟他奶抢。我说那就没办法了，你想靠爱绑架你奶不太可能，想决斗你只能长高点。春天都到了，我们领拿铁翟奥达出来玩，晒晒太阳动一动，抓住黄金期长一长。主要是下一次奶奶姑姑们大部队都来了，他俩不高点都抢不着冰激凌。迪巧刚上线了一个亲子飞盘游戏，运动成长飞起来挑战，你们也快加入吧！不光动得多，还得吃得好，回家都吃点有营养的，再来点迪巧小黄条 K2 钙，独立包装更卫生，进口钙大品牌，值得信赖。现在加拿大那边一家人都很激动，都要来铁岭整大套。我当时一听脑袋嗡加一下，哎呀妈，这老多人！但是大黄喜儿的回答非常明确，你们来也行，但是家里不够住，你们得在附近找酒店，大概一晚上一个屋500，你们做好预算。我公公一算，这开销也太大了。温迪邪魅一笑，老公，我跟你说那个炒饭天堂带包宿，搓完可以睡68一晚上，还给牛奶，而且炒饭随便吃。她老公说谁跟你一样人？谁爱吃你那便宜玩意儿？人家我爱吃炒面，爱吃炒面。